Hello， 朋友们好，我现在呢是在巴厘岛的仓谷。来巴厘岛啊，你会觉得非常的奇怪，为什么这里的白人特别多？难道他们是来旅行的？不是，他们是来工作的。没错，简单的说啊，就是远程工作。他们在这里可以赚着发达国家的钱，享受着东南亚的物价，同时还有漂亮的大海、沙滩，还可以享受冲浪、瑜伽等等。这座岛呢，逐渐变成了白人的天堂。所以今天这个视频带你们解密数字游民的生活，还有就是巴厘岛为什么能够成为全球最大的数字游民社区呢？首先呢，大家看一下我所住的这个地方是一家青旅，它一个晚上的费用呢是50人民币，它比较适合短期来这边生活的或者是来旅行的人。这个是青旅的泳池，今天有点下雨了，所以看起来有点灰蒙蒙的。给大家看一下卫生间，这里呢是马桶位、洗漱的地方、吹头发、化妆的地方。这里呢就是淋浴间。这家青旅呢也是我精心挑选之下，感觉这里非常干净，然后价格也特别适合的一个地方。最让我喜欢的是他们这里有一个厨房，这是大家使用完之后自己清洗的。微波炉只有一个小的电磁炉，2个冰箱。下面给大家看看我的房间，这是一个女生个人间。床铺呢也是非常的干净，而且也挺大的。这家青旅之前啊，泳池前面这一片地方呢，其实最早以前是一大片稻田，现在密密麻麻建了非常多房子。现在咱们就出发去看一下数字游民的工作环境。摩托车是这边数字游民的主要的交通工具。这是巴厘岛的交通，你们看一下。这是如果在这里做数字游民的必须要忍受的地方。我身后呢，这个就是巴厘岛仓谷这边比较出名的一个共享工作空间，他们又叫做 co-working。顾名思义呢，就是很多人一起在这里一起工作。我在门口发现了非常多摩托车，在他们这如果包月租摩托车的话是非常的便宜的。它这个共享工作空间呢，有一部分啊是咖啡馆，有一部分呢是工作的空间。你看这里就是一个咖啡馆，那你等于就是说你点一杯咖啡，然后你就可以坐在这里工作了。这个空间呢也是有空调的，在巴厘岛很多咖啡馆啊它是没有空调。像外面咖啡区这个工作空间呢，可能就稍微有一点吵。1楼里面啊，它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安静的、比较专注的一个工作空间。那楼上还有一个更加专注的一个空间。So we have 2 different area, the co-working area and the cafe area. The cafe area open for the public and the member, and the cafe open start 8 p.m. until 9 p.m. And for the co-working, it's 24 hours. Oh. So this is a casual work zone. Inside is a semi-quiet room. Exactly no contact floors, no photos, but you can talk with each other but you might not. 不能打电话，不能够吃东西。然后温度呢是24度。If I hungry, I can go out to eat something. Okay. The studio room inside we provide the microphone, lighting and green screen, but we don't provide the camera. Oh, focus room. Focus room, we have 10 focus room in the total. Maximum use of 2 hours per day. 2 hours. 2 hours. Have a meeting room. The small one you can use for the 3 people. You can use for the 6 people. And you can use for the 10 until 12 people. Wow. This is IFA meeting room because you don't phone call loans, don't food loan. You can do here. And we also provide the cutleries on the table. If you want to eat the food, you can use the cutleries. Oh, so nice. Oh, this is swimming pool. Yeah, this is our garden pool. For day pass and membership, you can use the pool, and we also provide the towel. You can ask for the top cafe, but we charge for the 5,000 for the laundry towel. 哇，这个游泳池还挺干净的嘞。他们这个房间是有提供显示器的，然后可以把你的电脑连接到你的显示器当中，但是你要早点过来，因为这边位置非常有限。这边有个户外的一个空间。现在上面有上瑜伽课，所以我们不方便上去看。上面就是上瑜伽课的地方。OK。他们这边有一些咖啡，也有一些简单的餐食。然后像这样的一块面包呢，40K 就是16块钱。三明治75K，
哎呀，好像有点贵啊，30块钱。慕斯碗一碗是65K，一份意面是80K。Ice Americano。Ice Americano？Yes。好，一杯咖啡，我们找个位置坐。他们这的 WiFi 不是让你无限享用的，而是你点了一杯咖啡之后呢，有1个半小时的，他给你一个密码，1个半小时的使用时间。如果过了1个半小时啊，你就要另外点东西，然后再续上。我看他们这个位置啊，还是非常的紧张啊。这个外面的咖啡区呢，只剩1、2个位置了，然后里面的位置呢，也基本上被占用光了。我找了一个比较上面的位置，来看他们在工作，就像一个老板在看着员工在工作一样。其实没来到这里之前哦，数字游民这个词啊，在我概念里面，我只听过没见过。我觉得在外面这个咖啡馆的工作空间已经基本上能够满足这个工作的需要了。如果你不是需要一个特别安静的环境的话，我大概也看了一下他们这里的价格。如果呢你要到里面那个空间去工作的话，1个月啊，这个价格是1653，当然还有周包跟天包。一天的话会贵一点，一天的话大概就是88人民币左右。但是还是那句话，如果你赚了发达国家的钱，这些钱对于你来说真的是微乎其微。另外瑜伽课程啊，他们以前是包含在他们的会员里面的，但是现在剥离出来了。1个月无限上的费用呢是1158，如果1个月上10节课的费用大概是579。然后这里让我感受最深的是，这里的人对于工作都特别的专注。就是当工作，如果你不仅仅是为了老板在工作，你是为了自己在工作的时候，你的专注度、投入度是不一样的。现在是晚上的7点半，这些数字游民一点都没有要下班的意思，依旧在非常认真的工作。我们现在呢要去另外一个 quarter working， 距离这里呢只有450米。在这里仓谷这里的 quarter working space 非常的密集。这个就是数字游民的夜生活嘛。这里是一个排球场。这下工作空间的名字就叫做游民。不过这间是没有空调的，它有很多户外的空间，室内的空间也是跟户外打通的。这个是这家的价格。This is for 1 month. The limitation for the time here, 50, 100, unlimited, and this is a private table. And this is unlimited but on specific hour, 7 until 3 until 7. And this one is day pass and 7 hours but only outside. Yeah. 它这里它是有单独的房间，这个是就像一个简单的酒店一样。然后呢，有共享的泳池、共享的厨房。1个月的价格是这个，就相当于人民币的大概是6500左右。住在这里1间房大概是6500左右，然后会员就是免费的。如果是单独的会员的话，大概是在1200人民币左右。这个是他们这里的一个活动时间表，我看到有瑜伽，还有一些看电影什么的。这里面的工作位置就看起来很牛马，也有一些带显示器的一些工作位。So the topic was really the strength of your spirit. If it's new, OK， 会议室是需要另外付费的，还是一个社交场合，就是很多人可以把你需要的一些东西，或者是想要做的一些事情贴在这个上面，然后就会有人来回应。现在我们来到了第3家共享工作区间，它是一个共享工作空间，它也是一个青旅。然后呢，也是一个餐馆，楼上就是房间，然后楼下呢是工作的地方。那工作的地方也是基本没有空调的。Day pass 100K or food and drink. Yeah, if you choose a day pass, you can pay 100K. You can use our co-working space until 10 p.m. Until we are closed. And food and drink, just buy something with us for the beginning, and after 3 hours, we charge minimum spend 100K. 大家看一下这个全貌，有一个游泳池，可以玩桌球，可以游泳。很多人他把名片放在这个地方，然后呢就写出自己是要干嘛的，然后准备需要什么资源，或者是能够提供什么。每一家共享工作空间它都会有很多活动，这边就方便工作的朋友啊在这里交流。
晚上我们来一个比较高级的餐馆，还有演奏呢。来看看这个餐厅的价格，这家餐厅的价格就有点高了，基本都在10万以上，12万、18万、20万。其实啊，在昌谷，他们这的消费是非常高的。如果你进这样的一个白人餐厅，像这样的餐厅，人均消费大概达到80到100多、200人民币之间。上的这个呢是赠送的，我以为是我点的，吓死我了。来，我们吃一下。他们这家做东西确实还挺精致。哎呀，哎呀呀呀呀，不好不好，摆盘坏了，摆盘坏了。它有点像鱼肉混合的cheese，然后用奶油又很鲜的那种味道。看起来很贵很贵的样子，实际上也真的是很贵。要优雅，要优雅，优雅。来，第一口，粉丝先吃啊！这一份的价格是16万，折合人民币的话，大概就是70几块钱。如果加上服务费的话，这一份东西如果在欧洲的话，可能要卖到200到300人民币。在巴厘岛，在印尼，它还算是比较便宜的。我们现在来到了一家当地人的小餐馆。哇塞，这个景色还真不错，还能看稻田。我发现也基本是当地人在吃。我们看他们的菜单，他们的招牌是这个牛排骨和肉丸子，3万9，也就是人民币的16块钱左右。橙汁一杯是8000。bakso一个，一个 ，OK， 一个 orange， thank you。其实印尼语啊，这些吃的东西特别简单，你来印尼啊，很快你们就可以掌握了。比如鸡就是啊呀，鸭就是 back， 非常像鸭子叫的声音。那猪肉呢就是巴比，牛肉呢就是萨比，是不是感觉这样有点骂人的意思？那做法呢，比如说炒跟炸，他们会用 green 来表示；如果是汤的话呢，就是 sodo， 是不是特别简单？还有一个他们的米饭叫 nasi， 他们的面叫做面。牛肉丸子、豆腐泡，这里面也是塞了肉泥，然后有一些牛肉，然后有一大块的牛排，还有一个云吞炸云吞。像印尼他们当地的食物呢，基本上是会白人的食物便宜至少1半。这个汤的味道呢，还是味精味稍微有一点浓。然后今天的重点呢，就是这一根牛骨。印尼这里他们的面条，大部分情况下面都是采用方便面的面条。他卖当地人的这种饭，他们会把这个饭包成一个小包包。Ikan, sapi, ati, sama ayam. Sapi how much？ 6,000. 当地人的餐食还是很便宜的。Excuse me, sapi one。yeah。Thank you。我们来看一下昌谷这里的超市的一个物价情况。来到的是这一家，其实这一家超市啊，大部分还是外国人来。虽然呢，它大部分还是外国人来，但是本期视频呢，咱们讨论的是数字游民的生活。这里的超市呢，就跟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哇塞，这家超市看起来非常的干净整洁。然后一进来的右手边，我就看到了这些好多沙拉，这个是白人特别喜欢的健康餐。9点以后有50%的折扣。它的售价是每100克是17K， 这的果汁卖一罐是2万，就是8块8，这个是牛油果汁，这个还蛮划算的。它这里的整体餐食都已经白人化，看看这些，给你们看看价格，基本在3万3、3万5。烤鸡腿烤的有点黑黢黢的，估计是糖加的比较多。然后这个牛肉我看它烤的还不错，中间还是粉粉的。香肠，哇，这个鸡肉烤得不错哎，哇，猪排，哇，这个猪排，这看起来好香啊！这个是100克2万9，而且也能9点后半价，现在8点。
我们等到9点。然后呢，他们这里的水果卖的会相对比较贵一点，他们这里的所有的标价都是按100克来算的，然后也会有这些切好的水果。但是呢，我就发现印尼很多切好的水果它并不是很新鲜。这个超市它的水果种类还是比较多的，它毕竟是一个高端超市，我觉得，因为是专为白人提供食物的。它其实印尼有专门产自己的牛油果，但这种牛油果啊是从另外一个地方进口来的。他们自己本地的牛油果会特别大个，就是真的是啥水果都有，就是贵，100克卖到3万6。这个是进口我们的阳光玫瑰，9万1，就是差不多人民币的40块钱一盒。他们这的蓝莓真的惊到我了，你们看一下这个价格，200克的卖22万，也就是人民币的90块钱。数字游民经常过来的地方，他们可能不在乎什么钱了，因为他们赚的是发达国家的钱。新鲜，哪里进来的？我们看看这些菜的价格，我们取一个中位数，也就是3700乘以5。8块钱，7块9一斤，还有非常多的黄油、奶酪等等等等。正常来讲，印尼人是不吃这些东西的，是印尼本地酸奶的一个品牌。这个的价格是4万6，19块人民币一盒。对了，得说一下他们的鸡蛋，他们的鸡蛋还是挺贵的。你们看5万1，也就是20块钱一盒10个，然后平均一个的话是2块钱。这个超市的东西90%全进口，这个应该是一种冻水果吧。这个9万一袋，大概就是40块钱一袋。这一袋生的虾是5万8，然后它1公斤的价格是22万，也就是大概90块钱。这个是牛尾，牛尾用来熬汤特别好，8万9，40块钱2块。这里面的价格是差不多50块钱，6万220克。这一份6万大概是人民币的24块钱。康文鱼耶，哇，这个一袋是324克，16万多。巴厘岛这边嘛，有特别多人在健身、跑步、瑜伽，所以他们吃的鸡胸肉特别多。你们看，这边鸡胸肉卖的呀，我还发现了咱们中国食物，哈哈，这一个丁香鱼豆豉6万9。这里还有卖我们的蚝油、香油，然后还有醋。在巴厘岛自己做饭也是挺轻松的嘛，因为食材都有啊。你想象一下，你享受着自由的工作，享受着大海、沙滩。现在已经9点了，我们来买猪排了。好大一块 ，Thank you。这个24块钱还要再打个5折，就是12块钱。当你一天下来工作累了也玩累了，这个时候呢，你需要给自己好好的放松放松。巴厘岛就有非常多这样的一个酒吧，这个是比较安静的，也有那种非常热闹的那种交友派对，你在那边可以喝酒，也可以交到很多朋友。当然了，就是你在外旅居的时候啊，你可能交到的都是比较短暂的朋友，因为很多朋友呢，可能在这里生活过一段时间之后，又要离开了。你们看啊，昌谷这边的马杀鸡的价格就要比乌布要贵很多，它这个60分钟19万。我选了一个头跟肩膀的按摩。好啦，现在开始准备按摩啦，躺在这个床上。朋友们，今天我充分体验了一下在巴厘岛数字游民的生活。早上呢7点半我就起来游泳了，随后呢给自己做了一个早餐。数字游民的一天从运动开始，早起先游个泳。就是在外旅行之后啊，我看到很多白人，他们就很喜欢吃这种酸奶碗。于是呢，我就有模有样复刻了一下，咦，没想到还真的挺好吃的。还有一些坚果，也别加太多，这也是高热量。我觉得我的卖相也还是不错的嘛，是吧？我简单的健康早餐就完成啦，粉丝先吃啊。然后呢，我就在这里工作，也在这里呢吃了一个简单的健康餐。在下午3、4点的时候呢，我又去了海边，然后看着夕阳慢慢的落下。现在到的地方是巴厘岛仓谷这边非常网红的一个咖啡馆。
周天的时候，这里会有创意集市。你可能上一秒还沉浸在工作当中，但是下一秒你就可以来到海边，拥抱大海。在巴厘岛做数字游民，1个月的成本是多少？我给大家算一下，在巴厘岛仓谷这边，普通的单间1个月租金大概是3000人民币到6000人民币之间。如果是好一点的别墅的话呢，费用在6000到9000。如果呢你们要住特别超级豪华带泳池的别墅的话呢，可能的费用呢是在9000到15000之间。谷内打摩的啊，价格基本都是在15000以内。如果你要去偏远的点的地方，你们可以租摩托车。租摩托车1天的费用呢大概在40人民币。当然，如果你月租的话呢，可能会更便宜一点，有可能500-600你就可以租到1个月的摩托车。还有一种最划算的选择是，你也可以像我一样住在青旅。按照最低的预算呢，我们算一下，住房我们按1500来算，吃饭呢我们按2000来算，交通的费用呢1个月呢我们按500来算，那就是4000人民币的成本，最低的一个成本。今天我们来吃烤乳猪。这个是有一份什么都有的，是5万。在巴厘岛这边非常出名的就是烤猪排、烤乳猪，所以呢，咱们来巴厘岛就一定要尝试一下。我这一份呢是什么都有的，但是这些东西具体是什么，我就有一点不太清楚了。我们看一下，这个是烤猪皮，这可能是精华，最好吃的一小块。然后这个是炸的一个猪肉吧，然后这个是猪的血肠，然后这个是猪肉白肉，他们当地腌制的一种菜，我也不知道是啥。然后这个看起来有点像笋的东西，烤制的一个猪肉泥吧。好脆好脆，但是有点偏硬，它不是碎碎松松的那种，它是有点脆脆硬硬的。这个是白肉，白肉就是正常的肉，然后加了点咖喱。这个很普通，就是用上去炸一下，然后看着这些他们神奇的菜，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吃起来有点奇怪。印尼人是不怎么会做蔬菜的，这个有点像猪油炸。在吃了简单的晚餐之后呢，我又回到这里工作。现在已经是晚上的8点19分了。我感觉啊，在一个大家都在一起工作的环境，虽然说不是为了一个公司，专注力确实能够得到提升。它比我单独的在青旅或者在酒店里面的专注力要高很多。所以啊，这就不难理解，明明在酒店或者青旅里面也能够工作，为什么他们要跑到这个地方？最主要的是要把工作和生活或者是娱乐分开来。我觉得啊，数字游民有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东西，那就是你靠什么来赚钱？不是巴厘岛这边有远程工作，而是能够远程工作的人来到了巴厘岛。所以我这边的建议啊，是你有了一定的远程工作的基础了之后，可以离开原先的一个生活或者工作环境，来到一个新的地方，或者是好几个新的地方去工作，一边工作一边享受着这个世界。不上班的工作其实要比上班的工作更累，但是也更有挑战性，更有乐趣，或者是更自由。说这么多巴厘岛的优点，它有没有缺点呢？永远都在拥堵的交通，还有巴厘岛的水质特别不好，因为他们这边有一种病叫脏水病。还有一个就是温度，这里的温度啊，常年都是夏天，就是毫无变化，你感受不到春夏秋冬的变化。我觉得适合可以短期过来做数字游民旅居一段时间，不适合长期。明天呢，我们就要出发去一个新的国家，东帝汶。对于东帝汶的旅程啊，我真是充满了期待，但是又非常的害怕，因为真的是太原始了。好的，我正在环球旅行第17国印度尼西亚，欢迎你持续观看我的环球旅行纪录片，下个视频见，拜拜。